その台湾に対してですね、武力攻撃が発生する。で、海上封鎖っていうのも、これ、戦艦で行い、そしてまた他の手段も合わせて、この対応した場合には、武力行使が生じうる、話でございま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中有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引发轩然大波。此外，高市还高调宣称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相比嘴巴上的挑衅，日本身体上的行动来得更加诚实。高市内阁一边制定了更具扩张性的防卫战略，一边计划将自卫队军衔名称改回军国主义时代的大将、大佐、大尉，被批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大陆央视网消息，日本还将部分防卫费用投入所谓安全韧性建设，比如研发万能型血浆，制定细化至所谓战俘处理的战时法律，改造民用港口为军民两用等等。11月23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前往冲绳视察部署在石垣岛和与那国岛的日本陆上自卫隊。在视察后的記者会上，小泉表示，在与那国岛部署03式地对空导弹部隊的計劃正按進度快速推進。中射程ミサイルの配備は必要不可欠であるとお考えなのか、配備の選択肢はあるのか教えて。はい。今ご指摘がありました通り、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安全保障環境に直面する中で南西地域における防衛体制の強化は喫緊の課題ですから、これまで南西地域の陸自部隊の空白地帯であった与那国島、奄美大島、宮古島、そして石垣島へ部隊を配置をしてきました。预计到2026年3月，日本将完成与那国岛03式中程防空导弹部署工作。不难发现，日本自卫队的职能扩大和进攻性武器系统的大范围部署已变得越来越明确，目标直指台海。2016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与那国岛设立驻屯地，部署沿岸监视部队。2019年，日本在奄美大岛和宫古岛分别建设军事基地，部署地对空及岸舰导弹部队。2023年，日本自卫队在石垣岛开设驻地，配置12式岸舰导弹、中程03式地对空导弹。更有甚者，与此同时，日本自民党议员公然叫嚣击沉中国航母。いざとなったら自衛隊の潜水艦は中国軍の空母を沈められますか？沈められます。对此，中国国防部也给出了强硬回应。对于这样的言论，我有一句话回应：痴人说梦，不自量力。难怪大陆央媒警告，要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如今的日本政府正以自主防卫为名，以激进强军扩武为实，掀起一股新型军国主义思潮。这个叫军国主义的2.0，军国主义2.0跟军国主义1.0的特色是右派文人当家，军人听命右派文人的指示，然后在日本的南方部署强大的导弹部队。要作为第一道篱笆，要拦阻解放军东征台湾。层层剥洋葱，不难发现，日本正在构建所谓自卫队反击能力，无非是要把自卫队改造成具备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进攻型军队，而这一切都是在日美同盟的包装下进行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核心似乎就是准备以武力插手台海争端。高市早苗看似是无脑挑衅，实则更像是无意说漏了嘴。不过，在二战战败80周年的当口，日本当局这些挑衅意味十足的做法，很可能打错算盘。11月24日晚，在美方发起之下，中美元首互通电话。中方强调，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美方也在通话中公开表示，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美元首的交流中近10年来首次直接提及军国主义。根据联合国宪章专门设立的敌国条款，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如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警告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这个警告是来自中美双方。日本的小心思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面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恐惧，企图拉大旗做虎皮，拉美国撑腰，先是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挂钩。试图让美国承诺在日本对台军事行动时履行日美安保条约，试图点燃中美矛盾，自己从中得利。不过这样的小九九却如同没穿裤子，早被中美双方都看光光。だからその安倍さんの70年談話の中に、こう太平洋戦争に突っ込んでいった日
本の政治システムはそれ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ってさらっと書いてあるね、なぜ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かってことを検証して、今の日本大丈夫ですかってことを検証するのは今の時代の政治家の少なくとも内閣総理大臣の責任だと思いましたね。至于这些声音，日本自民党当局能不能听到？要不要反思？要如何反思？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应该想清楚的事。如果执意不反思，保不准中国会反制。面对军国主义2.0，谁敢保中国就会一味退让？毕竟今非昔比，物未言之不欲也。中国的反制也不是没有信号。大陆发表重磅文章，琉球主权归属这笔旧账是该算算了。深扒日本对琉球取之不义、待之不公，将琉球主权归属问题重新拿到台面。琉球主权归属在法理上一直存在争议。中国借琉球反击，不失为抓住狼爪的一招妙手。日本人可能忘了毒爪伸出来容易缩回去难。如果再不把伸向台湾的毒爪收回去，琉球有可能成为日本那只收不回去的爪子。要想活命，除非断爪求生。大陆海军福建舰已开赴渤海海域实训。131年前的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在这片海域的刘公岛全军覆没。如今驻守这里的是大陆北海舰队，隶属这支舰队的还有海军辽宁舰。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毒爪会不会再次伸出，会伸多长？套用那句经典台词：“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那恐怕历史记在刘公岛的新账旧账就要一起算了。